皇帝思虑几日，允了韩赞的请奏，调他为苏州府太仓州知州，从五品。说是升官，但一个散州知州的地位只比知县高上那么一点儿，于韩赞这个3元及第的翰林院侍讲而言，实则乃是明升暗贬，出去容易回来难。韩某得以外放一时，多谢子夜兄相助，这是何意？我怎能要你的银子？你自己寒酸便罢，难道还想带着妻儿和你一起吃苦吗？可不是白给你的，等你回京要尽数还我的。这笔钱于韩赞而言，确实能解燃眉之急。翰林院是清水衙门，年俸120担，在京城买一座小宅子，已经是花了多年积蓄，也收不回多少本钱。此刻的韩赞确实是囊中羞涩。子夜兄缘何做这等臭名昭著的佞臣？我观子夜兄为人仗义，难道想一辈子背负骂名吗？只有鬼在光下才是没有影子的。韩赞此人云心月性，秋月寒江，信奉的是君子之道，所求的是天下大同。他渴望海清河晏，所以早前他对谢之让这样的奸佞感到厌恶。可是没有谁生来便想做那样人人喊打的鼠辈。谢之让做锦衣卫，想来也是迫不得已吧。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，还请子夜兄和嫂夫人留步。慢慢入花间，夏风有心听鸣蝉，树柳迎懒腰山。夜上初阳，甘肃于水面情缘风和绝。你刚才同韩大人说什么啦？他怎么对你又是愧疚又是感激的？不过是给他借了点钱罢了。他知道这厮竟会诓人，若他打定主意要哄人，那韩赞估计是连裤衩子都得被他骗走的。3月便要春猎，皇帝出巡，你又该忙得没时间睡觉了。那香丸可还有多的？今年春猎就在南岳，生杀不少，那药没了再向皇帝要便是。他巴不得我多用一些。乖乖，你答应我要让我为你作画，你说冬日冷，一直没履行诺言。现下都春日了，天气回暖，再怕冷，我便叫下人在暖阁点炭火。择日不如撞日，下上陪我作画吧。晚风灼竹嘴上，花开昨夜晕染明月下。踏云修行神仙下，翻落水家。风吹帘动窗棂，外面星火归于火桥上。月有4月8花，热情爱融化。叹人别呀，叹着花，我心来放不下。莫怪仙人度化凡人的大话。叹云叹月叹清茶，雪雨比别人难。可问人间是与非，真与假。晚风灼酒醉上，花开昨夜晕染明月下。踏云修行神仙下，翻来水家。你怎么那么容易害羞啊？风吹帘动窗棂，未免星火不与火加上。月有4月8花，情月花。春猎为搜，并不大开杀戒，
故而此趟去南苑，与其说是狩猎，不如说是皇帝带着朝中大臣及其家眷去春游。你们先把床铺铺起来，再过会儿世子应当要回来歇一会儿的。怎么拿的是双新鞋？世子今晚要巡夜，路走得多，新鞋磨脚，该拿双旧鞋的，换一双吧。啊，对了，记得晾些温水，把水囊灌起来。你就这般要吃，饿死鬼投胎不成？亏得你还是姐姐。晚点儿，难道就不能让一让弟弟吗？当真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。阿婉不怕，不知几位夫人是？我们乃是婉姐儿的舅母。是吗？你们这一个个咄咄逼人的样子，我还以为是同我家婉姐儿有什么仇呢。都说娘亲舅大，你既说娘亲舅大，怎么不说姐死门槛断啊？任夫人生前，你们待我家婉姐儿并不算亲近，便是我和我家世子都不曾这般训斥婉姐儿。你们冲的什么长辈款，摆的又是什么长辈架子？真当我宁安侯府没人了不成？你既要同我摆世子夫人的架子，可得把这位置坐稳了才是。当初全京城的人都知道，谢指挥使迎娶的是王家姑娘，亲事都定下了，临了了才换成你这江南来的小门小户之女。你在这里充婉姐儿的三婶儿，替她胡乱发作人，殊不知啊，那谢指挥使正和王家姑娘在一块儿，亲密得很呐。我本不想以势压人，可你既然这么说了，那我便要好好摆一摆这世子夫人的架子的。我既是宁安侯府八抬大轿明媒正娶的世子夫人，是得了诰命的三品书人，诸位怎么不同我行礼呢？我同我家世子的亲事乃陛下御赐，世子敬重我，也感念陛下恩情，又怎会休妻另娶？那岂不是对陛下的大不敬？没影儿的事儿，你也敢在这里瞎说？既是损坏我家世子同王姑娘的清誉，也是抹黑我谢家在陛下眼中的形象。难道你是对我夫君心怀不满，想故意坑害他不成？你别胡说八道，我们对谢指挥使尊重都来不及，怎会不满？我夫君同先世子手足情深，婉姐儿作为大哥的血脉，由不得你们这么作践。倘若你们任家再借着长辈的名头来欺负婉姐儿，我们家世子可没我这么好讲道理了。你还想如何？如何？做错事情难道不该和苦主道歉吗？他也不怕折了寿。有我家世子撑着，什么牛鬼蛇神敢折了婉姐儿的寿数？几位夫人尽管把心放回肚子里去吧。谢婉看着这些曾经打过他骂过他的人，此刻同他道歉，哪怕知道他们心不诚意不正，压在谢婉心头多年的大山还是顷刻间轰然倒塌。没关系的，阿婉，不着急，慢慢来。府医爷爷说了，阿婉的嗓子是好的，咱们总有一天会说话的，不怕。王姑娘，这满京城姓王的人家里，能配得上谢之让的，怕是只有那永顺侯府了。都是勋爵人家，江密自然是在宴会上远远见过那位王姑娘几面的。那位王姑娘柳斗花娇，态浓意远，清素高雅，宛若九月菊花，举手投足间皆是大家闺秀的淑女风范。谢之让同她想什么呢？阿密啊，陪我睡会可好？头疼。谢郎亲启，谢郎与君阔别已久，思之念之，辗转反侧，无心戚戚。君前书弱水3000，只取一瓢，吾甚喜。然思君与吾终不得见，又以为悲夫。家父家母欲为吾择婿，吾心系郎君，私心不愿。奈何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终不可违抗。吾当如之何？若君心不移，吾自当尽力，以求白首不分离。若君心旁落，则一别两宽，各自嫁娶，永生不复相见。
他同别的女人说弱水三千只取一瓢，那他江蜜算什么？他细细回想这段成婚以来的日子，他似乎从来没有对他说过一句心悦欢喜，反倒是他这个应该死守本心的人，在谢之让一句句甜言蜜语的攻势下，把心交了出去。不应该是这样的，他们乃是陛下御赐的婚事，只要他哄着他，顺着他，谢之让轻易不能休了他。以后若要过继子嗣，那也该过继到他名下。父亲、母亲还有老夫人那里，看在往日情分上，想来也会庇护他一二。情分，谢之让待他究竟几分真几分假呢？是否是见逗弄他好玩，他才愿意哄他一二？怎么了？夫君，我昨日见到好几位大家闺秀，风姿绰约，其中永顺侯府的王姑娘最为出众，我想着同她结交一二，夫君可认识？不熟，你问她做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是想着王姑娘也该到嫁人的年纪了，便想着能不能结识一二。她应当20了，是该嫁了，提前认识认识也好，以后也能有几句话聊。发什么呆呢？没睡醒吗？没有，我去盥洗了。弱水三千只取一瓢，水都喝了，想来是不会连嘴儿都没亲过的。20了，该嫁了。他只晓得这般一清二楚，那应该是做好被父亲家法伺候的准备了。提前认识，能有话聊，想他们妻妾和睦，让他享其人之福，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。时间到，你就喝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过了桥，一切从头来呀，来呀。老夫人，陆大人，哎呦，您年纪大了，您可悠着点儿呀，陆大人。李太医救人如救火，内子还等着您救命呢。若没猜错，这位陆大人应当就是内阁首辅文华殿大学士陆文元。陆大人，本就是随手相帮，我想任何一人见到陆老夫人摔倒在地上，都会搭把手的，您这是折煞我了。他是哪家府上的？若没记错，应当是宁安侯府的那位世子夫人。这般心善的姑娘，配给谢之让那等奸臣，当真是可惜了。方才我瞧见他鞋子鸟头上串着2颗东珠，那东珠是宫里才有的玩意儿，到他这里竟也只是绣在鞋上，为了好看。这位姑娘啊，那定然是极得那位指挥使的心意的，还知道爱重敌妻，倒也不算是彻头彻尾的见血之人。那个丫头是个心善的，正好郎儿在，明日我同郎儿亲自登门道谢。谢少夫人，又见面了。想不到公子竟是陆大人之子，那日是我失礼了。昨日之时，听家父家母回去说了，陆某多谢谢少夫人施以援手，若非夫人相帮，恐家某有性命之忧，还请夫人收陆某一拜。陆公子客气了。你们之前认识？说不上认识，只是之前在护国寺见过一面。陆老夫人，方才听您说夜间睡得有些不安稳，这是我自己做的香囊，有安神镇静之功效，若老夫人不嫌弃，便拿回去挂在床头试一试，兴许能有些用处。我闻此香甚妙，初闻清新宁静，使人仿佛置身月下旷野，再闻若有清风拂过，就在冷意渐起时，又有安息将人包裹，渐渐回暖。想夫人于香道一事颇有造诣，陆某恰有一古方，却有一味香料如何都配不上，不知夫人能否指点一二？姜蜜艾香，往常空闲之时也会配香来用，多只得他人一句好闻，却是第一次遇见陆师郎这般识香懂香之人。陆师郎，怎么
护国寺的风水压不住陆公子早逝的命格了。陆师郎15岁时生了一场大病，大师批命说他是大富大贵的短命之相，须得在香火旺盛处清修，以压制这命格。多谢谢大人关心，陆某这命格破了。哼哼，命格破了便好，那陆某同家母便不叨扰了，再会。可别再会了。做什么？你不准见他。他和那王姑娘便是卿卿我我，你侬我侬，在信纸上互诉衷肠，说什么弱水三千只取一瓢。到他和陆师郎这里，清清白白两个人，倒像被他捉奸捉了个正着似的，真是可笑。你生气了，因为陆师郎？没有。你在因为别的男人和我闹脾气？我说了没有。夫妻俩冷战了。他错了吗？那陆师郎眼珠子都要粘到他娘子身上去了，阿密还拦着他，不准他说陆师郎的坏话。他让两个人不要见面，有什么错？全是那陆师郎的错。退一步说，就算他做的不妥当了，难道江密就不能直接说吗？还是说得到了就不再珍惜？他已经不愿意再花费心思来哄自己了。魏明，去看看少夫人在干什么，偷偷去，别让人看见了。少夫人在准备晚膳，还熬了碗莲子羹，没您的份儿。知会使，陈大人请您去一趟。蠢货，见天跑过来叫我，有这功夫多给他爹烧点纸，去叫他托梦来，说少夫人派人来问，便说我临时有点事，一会儿便回来了。是大人。他这次最好是真有事儿，不然他非得削了陈信不可。少夫人可有派人来？没有。没有？一次都没有？一次都没有。好，第3天了都不来找他是吧？用膳也不管他，睡觉也不叫他，他还记不记得自己有他这么个夫君啊？魏明，你去少夫人那里看看。哼，这个小混蛋，没良心的小白眼狼，他这次绝不会轻易放过他，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，哪怕他求饶，他也……大人，少夫人睡了，标下在院子里听，她有点咳嗽。生病了。是了，乍暖还寒的时候最容易着凉，那天他还把自己的斗篷解下来给别人穿，肯定是吹着风了。他生病，身边却没人照顾，还要和他置气，他不该和他生气的。他明知道他的阿密就是一个乌龟性子，胆小得很，戳一下就会把脑袋缩回又厚又硬的壳里。他好不容易才和他说喜欢他的，肯定是那天他态度强硬的让他二人不准再见面，让他觉得自己不信任他了。他没有给足他和自己闹的底气，是他的错。你来干什么？怕你冷，回来看看。夫君。从背后抱住一个人，这是他最讨厌的姿势。在他心中，这样的动作意味着他要走，而他在挽留。他厌恶这样即将面临失去的惴惴不安和不确定感。阿米，你在留我，对不对？对不起啊，阿米，我不该同你置气的。我没有怀疑你和陆师郎有什么，我只是见你们二人志同道合，聊得开心，
心里很不痛快罢了。我不是因为这个和你生气的。阿蜜，如果我做错什么让你不高兴了，你便只管和我讲，我都会改的。我猜不到你心里在想什么，你别一个人生闷气，好不好？谢子夜，撇开你我之间的夫妻身份，你可心悦于我。我爱你，江蜜，在这广阔世界，我只爱你。你只爱我，那你和王姑娘说弱水三千只取一瓢，你是不是对每个姑娘都说这样的话？王姑娘，他忽然想到二人吵架之前，江蜜便问过他王姑娘的事情，难道他那时候便已经在同他置气了？我和那王氏一点都不熟，说过的话加起来没超过10个字，更不要说什么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了。那信是怎么回事？信？那是王氏写给谢之言的，不是写给我的。他写给二哥的情书怎么就能给你呢？你莫不是在哄我？我哄你做甚？那确确实实是给谢之言的。京中都在传，倘若没有我横插一脚，那王姑娘便是二哥的弟媳，他俩怎么能有私情呢？这不是乱……阿蜜，你我是天作之合，命定良缘，怎能说是横插一脚？哎呀，你快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可别想轻易哄了我去。我哪敢哄你呀？你一生气，我环儿都要被你勾走了，可不敢骗你的。原来这王仪珍和谢之言乃是两情相悦，谢之言请母亲去永顺侯府提亲，但谢二夫人怕误他前程，便说待他金榜题名之时再去向王家提亲。谢之言虽失落，但答应了母亲的要求。二人偷偷见面几次，但发乎情，止乎礼，谁也没有逾矩。某次二人私会时，不小心被外人撞见，偏偏那群人之中有一人对王仪珍爱而不得，心生嫉恨，抓着此事非要闹得二人名声尽毁。谢之言连忙将王仪珍藏了起来，矢口否认。可没想到的是，王仪珍不慎掉落一块香帕，还被人捡了个正着。谢之言怕王仪珍失了名声，被家中责罚，只得谎称那帕子是青楼继子所留。可巧的是，谢之让和屈怀英也在那处。一时间，谢家人只以为是谢之让带坏谢之言。父亲肯定打你了，对不对？哼，他那个老古板，听到我侠妓还带坏家中兄弟，可不是要打我吗？那你到底有没有和青楼女子不清不楚的？我第一次什么样，你不是最清楚的吗？都那么久了，你羞什么？也不怕把自己给闷死了。那之后怎么又是你同那位王姑娘结亲了呢？王氏美名在外，祖母想聘她做谢家妇，原先是说要给谢二的，但想着她身体弱，不好太早成家，便把她说给我了。待我知晓他二人两情相悦时，木已成舟。他说他想求娶王氏，但家中怕传闲话，便没答应。之后大哥和祖父接连去世，我要守孝，便推迟了婚事。再后来谢氏一族两家决裂，更顾不上成亲。我没想掺和他们两个的事儿，正要上门退亲，便接到了陛下赐婚的圣旨。你同二哥有下戏，是不是就因为这件事儿啊？他害我白挨一顿打，我心里自然不痛快。虽然他解释说不是我带他去侠妓的，但他这个人一问三不知，我爹可不就以为是我逼着他这么说的吗？于是打我打得更狠，我就以为他是装可怜，故意想看我挨打呢。现在倒是能理解他一二，若换做那个人是你，我也舍不得你挨骂。夫君，你疼不疼啊？哼，都过去那么久了，当然不疼了。我知道呀，我是在哄15岁的夫君。从小到大，就因为他是家中异类，多少坏事分明不是他干的，却也安在了他的头上。他挨了打，鲜少有人会问他到底疼不疼，便是母亲也多是嘱咐他下次不要再犯错。谢之让心里怎会不委屈？可一个男人哭哭啼啼像个什么样子？他便将那些委屈全都藏在心底，面上却是更加乖张放肆。从来没有人说我哄哄你，江蜜是第一个。我15岁的时候，阿蜜才11岁呢。我在家被老头子压着打，你在做什么？ 11岁的江蜜不过是个小丫头片子
15岁的谢之让能对他有什么想法呢？可偏偏是18岁的江蜜嫁给了22岁的谢之让，那么一切都是刚刚好。